沙德爾颱風原來說哇，這個從輕颱變中颱變強颱要到台灣來，就還好，走了啊。然後呢，去哪裡呢？到浙江，聽說到溫州哦。原來3個颱風要來台灣的都到溫州了，溫州好慘啊，都在溫州等待，原來都要來的哦，有3個哦。所以呢，這個氣象組今天下午2點半解除海上颱風警報，走了到浙江去了啊，沒有到台灣來哈。那另外呢，對不起啊，另外呢，這個說下個禮拜，哇，很多個熱帶系統在台灣附近發展哦，所以可能都會形成各種狀況，低壓啦等等。8月的太平洋，32年來沒有4個台共舞，3台就已經很多了，雙台就很多了，對不對？雙台、3台、4台，哦，說1960年的時候曾經出現過5台共舞，哦，那很久以前了，差不多70年前了，哦，1960 60幾年啊。那高雄今天又慘了，上午又下，哦，最近都是南部下，然後呢，騎摩托車遇到下雨真的很辛苦，那雨打在臉上像那個刺一樣哈。我以前騎過好幾年的摩托車，然後呢，這個水又淹得很高，哦，然後呢，說雨都彈到小腿肚，所以摩托車主呢上班是很辛苦的哦。那另外呢，說德民路高雄已經看到小噴水池在噴了，左營南子左南路呢，這個汽車摩托車因為這邊都是水，沒有辦法在這邊排成一排塞在那個地方哦。那高雄暴雨呢，這個又所以大寮又淹了，大寮啊，那道路變泥水，哦，所以呢，上班族都要塞車。本來國小有返校日，啊，這個昭明國小，結果因為水太高了，所以趕快喊卡，算是不要回來。那學生回來都很麻煩，家長要送啊等等啊。那審計部說，全台灣的下水道規劃60%超過10年沒有檢討。那這10年裡面氣候變遷很大了，變化很大，10年河東，10年河西哈，所以是要經常檢討的了哈。所以呢，排水跟不上暴雨，哦，所以中央應該改造，應該更新了啊，不能老是報了個舊的數字哈。那高雄暴雨超過莫拉克，說超過1000毫米的雨量，陳其邁說這不是單一城市的事情哈。但是媒體也問了哈，說治水經費真的有花在刀口上，花的錢也不少了，都是100億、1000億、100億、1000億這樣的錢。那都到哪裡去了？所以被人家說，從尼泊爾這次的冰川到台灣的淹水，極端氣候哦，那大家不要甩鍋，不要說都推給天氣啊，推給天氣，天氣是這樣子，那人要怎麼辦？人要怎麼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看一下。一早，高雄地區下暴雨，大寮又淹水了，整條道路布滿黃澄澄的泥水，汽機車通過紛紛濺起水花，而剛好正值上班時間，還一度大塞車。雨勢實在太大，大寮區幾乎泡在水中，巷弄內低洼區都變成水池，一度淹到腳踝處，居民進出還得小心翼翼涉水。很深欸，他的車可以啦，很深欸。昭明國小外更是變成蓄水池一樣，有汽車想硬闖，緊急被民眾勸阻，想要走進校園裡還得拉高褲管緩慢前行。而原定28號是國小的返校日，不過清晨6點多，校方考量學生的安全，緊急發公告取消。慢過來，這骨頭你要注意哦。要是骨的，啊，你沙土你看骨的，哦，2袋啊，2道啊。哦，這禮拜2。已經上2道啊，無力啦。淹水已經讓民眾夠頭痛，沒想到水退光後換來的是滿地泥濘。居民已經滿身大汗，還是努力清掃。還有機車騎士不慎滑倒，連人帶車重摔，婦人的身上沾滿泥土。透過監視器來看，短短10分鐘內呢，整條道路就淹成一片汪洋。前幾天的連日好雨，讓南部地區變成水世界。沒想到才放晴不到1天半，28號突如其來的大雨，大寮區又再度淹水。就連在楠梓區的風雨也不容小覷，風大到像是颱風過境一樣。而根據資料統計，高雄短短8小時內累積的雨量，茂林區119.5毫米居冠，小港區也破100毫米，而大寮區則下破78.5毫米。小董怎麼看？大家如果跟上面的新聞來做對照的話，它也是極端氣候造成的。就像我們跑新聞這麼久，哦，各地老實講都有改善。那像台南、高雄、屏東這一次哦，我講一句公道話，下在台灣那一個城市也差不多。對，台北可能好一點，因為台北的治災經驗比較豐富。那台北啊，因為他把堤防築很高啊，2條河雖然過來，你要
突破它的200年洪水頻率大概很難了。哦，到目前來看，要200年才一次嘛，叫200年洪水頻率。可是你看到這個，你就覺得說，哦，就到底要怎麼辦？那真的就是極端氣候，別人掉下來是大冰塊，那個冰塊是面積是超級大，超過你想象。那600多公尺的大冰塊，600多公尺冰塊掉到那個河裡就阻塞一陣子，它慢慢溶解，慢慢那個，堰塞湖就衝下來，這就尼泊爾的情況。那我們這邊沒有冰，我們這邊就是直接淹。哦，那淹你看很多城市為什麼？那個水是黃色的，很簡單嘛，就爛泥巴就從山上就一起下來，那土就是有點黃色的，就是這樣啊。那越來越嚴重，就是極端氣候。那怎麼去防止？就像剛剛以修所講的，有些不該住的就不要住了，有住的就把它遷走。但是因為你要做很困難啊，他會跟你提我要住哪裡，要不然你政府幫我蓋房子。不過我打個岔。將來50年後，台灣人口剩1半，大概就比較容易了。對，就變那個時候就變成，對不對？比較不適合人，地廣人稀，比較不適合人住的地方就沒有人住了。住山上人還是不肯下來啊。那是啊，他還是不肯下來，他認為這是可能愛他的家，愛他的土地。對，他的祖靈也在這裡，就會這樣人眷戀故土是一個好的啦。可是你碰到了沒辦法住的這種地方，你怎麼辦呢？那我看其實。未來台灣不管誰執政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嚴重。那我們常常用政治來考量到最後，其實不會做得好。像譬如說阿扁台北當總統時候，8年800億，那時候800億已經不得了了。我們現在動輒國防預算上兆了地方兄最清楚，他當國防委員30幾年來哪有什麼我們就破兆了，我們編那個已經破兆了，你知道，明年就要破兆就那個兆是我們總體。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全部現在那總體的總預算現在變3兆9千億，這是我們看到的。所以各位朋友你要看最後就是金錢一直堆砌，可是解決的還是很少。你解決你要怎麼去解決？它還是會淹嘛。那大家用政治的態度來互相消遣或講什麼，這些東西其實是無濟於事啊。我覺得老百姓自己要看清楚就是你住的地方好不好。然後你住的地方會不會造成這種情況那自己要擇地而居安遷。三遷雖然是一個好的故事，但是你要想想看，安全才是最重要。怡珍。其實非常心疼這高雄的民眾，南部的民众吼。那你也看到，就是下了那麼多天雨，那下禮拜也即將這個學校都要開學了吼。所以相關情況面臨這個極端氣候，那大家一起怎麼樣的讓這個極端氣候，我們要做怎麼樣的因應？因為其實你看一下，就是檢測一下一些施政的成果，包含像這個雨水下水道的監測，因為這個對這個排雨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部分呢。這個雨水下水道是來讓水利局去委外辦理，但是如果你去看林園這個地方，它就只裝了一站，就有點哩哩啦啦的感覺。那高雄水利局也說它會滾動檢討、優化配置。不對啊！如果早知道就是這個高雄反而就是要因應這個極端氣候這樣子一個情況，那這個早就該做的。所以事後再去罰廠商，那這個有用嗎？在我們來看，或是你以這個民眾的角度來看，這個就有點像是推脫。那如果你再看這個113年度的這個審計報告，也是說，這個高雄部分的水利建制是沒有周延的它的一個什麼智慧監測的系統呢，長期都呈現警戒。那再來，你談到這個下水道的清疏，然後這個纜線的覆掛。因為下水道有時候非常非常多一些管線還有你的這個箱涵的損壞有沒有去修繕？很多的民意代表，包含我看像這個高雄市議員李雅靜，他去鳳山的鳳仁路會勘，就發現說當地的水溝就塞滿了各式各樣的電纜線，還有小黑河，所以本來是要排水的這個排水溝，好像就變成地下極限河。那再來呢，這個高雄的臨海水資源中心呢，當初在市府簽約的時候也說他要做一個污水高級測試中心，但到現在呢，審計部的報告也說，目前都還沒有任何的單位去進駐，所以這個地方政府或說這個中央政府到底做了什麼？我覺得民眾還是要打一個問號。那再來呢，這個其實高雄的雨真的下了非常非常非常久你去看一下柯志恩的勘災，柯志恩呢在第一時間其實就到處跟里長去勘災，不管是戴個鴨舌帽或什麼，他就到處去，就是這個樣子嘛。但是如果你去看賴瑞隆，他第一時間勘災是什麼？第一時間神隱，結果呢隔天他就發了一個勘災文，但是呢那個勘災文呢，
專業攝影拍攝，連站在這個橋邊的半身照都是有什麼大光圈的散景，好像就是一個這個災難的這個攝影集一樣。所以我覺得這個選舉不用選到這樣，就是到底什麼是勘災，什麼是真的去傾聽民眾的要求，我覺得高雄人看得很清楚啦。休息一下再回來。好，立法院昨天下午3讀通過6年編列2400億無人機的這個條例了啊。那其實我認為蠻好的，我認為昨天是一個範例哈，因為國民黨雖然國民黨人比較多，但是國民黨把民眾黨跟民進黨主要的這個訴求都放進來這個法案裡面，所以我覺得蠻好的。我不懂為什麼賴清德不滿意啊？已經你在立法院，你少數立法院能夠通過這樣案子，民進黨原來提出來是2100億，國民黨給你2400億。好，那你說有些時候我要特別預算啊，國民黨說不行，要編常態預算了。那有些可能用錢用的會比較多，有可能，對，你1年400，可能有時候我今年要用800啊，用600，所以法案特別允許政府如果需要的話，可以追加，可以編，已經給你這個彈性了嘛。然後呢，民進黨需要買3種濱海什麼攻擊機啦、防禦機啦，還有自殺無人艇，也都放到裡面去了。然後民進黨原來希望國防部主管，那國民黨希望經濟部主管，希望它是一個產業。那國防部也現在放進來，跟國防有關的由國防部來主管，都放進來了。那民眾黨原來的要求是沒有預算上限，民眾黨最重要的要求是在行政院下面設一個特別委員會，一半的委員是由跨黨派來推薦，那這樣能把委員的這個社會這個賢達學者專家的意見放進來，也放進來了，所以基本上幾乎3個黨主要的訴求其實都採納進來了，我覺得蠻好。我覺得立法院如果以後能夠這樣子，其實蠻好的不要說黨派啊、立場啊，說大家劍拔弩張，有好的意見大概放在裡面都蠻好的嘛。但是總統府很生氣，實際上台灣卡在起點，因為呢沒有採特別預算的模式對不起。然後呢，這個國防部也表示很遺憾，當然總統不遺憾，國防部不能高興了也要遺憾啊。那另外呢，這個民進黨的發言人李坤城說，在野版干預政治，架空國防專業所以行政院院版呢被阻擋那剛剛講這個重要的我剛剛都講了了哈。那另外呢，這個國民黨媒體是說國民黨釋出善意，把民進黨跟民眾的主張都已經列進來了嘛那另外呢，這個說 AIT 也在這個關心這個事情為什麼呢 ？AIT 現在發覺說，哇，光靠民進黨沒有用因為在立法院不過半數嘛。那 AIT 為什麼關心這個事情？我判斷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呢，就是美國有無人機的產業嘛，希望跟台灣合作，甚至希望有些產業在台灣制造，而且非紅供應鏈呢，所以它也不能用大陸產品呢，就台灣也是一個，而且台灣的台積電啊，什麼 AI 這麼發達，也許將來是可以是一個產業，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台灣也許現在可以外銷，也許在台灣制的可以外銷。第三個。老美根本打算以後兩岸發生事情也不會來幫你，你自己解決你自己的問題。所以呢，在這次我們看俄烏戰爭，看這個美國以色列打伊朗，無人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你台灣也必須要發展了，到時候你要自救美國怎麼救你美國無人機從美國飛過來所以呢，你台灣自己要發展你自己的產業。我說這是為什麼美國關心的原因哈。那經濟部也說，哎呦，3大隱憂，現行機制被忽視了。而且呢，這個民眾黨提出來的委員會可能讓決策政治化，而且呢，這個穩定訂單沒有了，降低投資意願。一次我們就要2100億就給你好好投資你現在分明編列，可能有些人就沒有投資的意願但是業者說有助於建立完整的產業鏈這個蠻大，這個雷虎科技通過股票漲很多。那另外呢，徐新營新竹國民黨徐新營委員新竹縣長提名人，他說國民黨提名，他說無人機產業將帶動新竹科技再升級，為台灣打造第2座護國神山。那這個特別委員會大家有不同的意見那另外呢，這個說誰受惠最多？現在台灣這麼多跟無人機有關的股票所以呢，他們也在盤點那到底誰會？當然一定有人會獲利嘛，一定會那另外呢，說這個確立國產優先的原則，所以呢，本土廠商有優先採購的資格。看一下，制定通過。
這一落槌，立法院3讀通過強化國防自主及無人載具產業發展條例，因為人數優勢，最後通過的是國民黨團的版本。明定中央政府應循年度預算程序，連續6年編列總額為新台幣2400億元，每年編列400億為原則。其中也明定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但涉及國防軍用採購事項，主管機關為國防部。各種喊口號叫囂，而卓奎也在通過後到立院致意，隨扈帶上的還有庇護工廠的月餅。至於會否復述，不是行政院買多買低的問題，也不是任何個人不同意的問題。我注重的是國家的安全。沒鬆口，只是藍綠白表決大戰期間，卻上演各種奇妙瞬間。來不及抽卡或跟隨黨團的投票，只能棄權，而綠營這一邊。林義警幫不在位子上的邱意瑩按表決器，邱意瑩有在時限內回來，但看到同事報案了，也就這樣了。而朝野分別提出多達14個版本，不使現場立委看得眼花，連表決器也鬧脾氣。我們現在機器有點宕機，我們稍後一下等重新開機，請大家稍安勿躁。這表決大戰落幕，立法院也隨即休會。來，玉芳兄，這樣子說實話，民進黨這個。我不能說得了便宜又賣乖，我真是有一點點這個味道。第一個，他意思是說，我要的是特別預算，你沒有給我。我要想講一件事，全世界編特別預算，都是因為一個不可預期的天災跟人禍發生了，所以你才要求特別預算。譬如說，美國打這個烏克蘭戰爭，突然間就打了，結果他一大堆的飛彈都用完了。所以安全庫存都沒有了，所以他跟國防部就要670億的美國國會要670億美金的這樣一個特別經費嘛，這個叫特別預算。我們現在沒有嘛？啊，至於你說這個，我看這個國防部大概講了，大概是聽民進黨政府講了，他借着特別預算這個的特性，籌獲3型的無人載具，同時採取大量長單的策略，提供穩定採購。1年給你400億，連續給你6年，而且還沒有上限哦。民進黨自己講說，我是這個6年2100億，上限就是2100億。那這個在2個在野黨通過的是6年給你2400億，而且沒有上限。年度的預算跟最後的總體的那個所謂2400億那個總預算，那個都沒有上限，都可以增加。那我想老實話，這樣子。怎麼會有違背你所謂的大量跟長單的這個策略呢？400億不是一筆小錢，非常大的錢。我先講一下，日本去年有為了這個無人機啊，有特別編了一些預算。日本去年的國防預算是600億美金，我們是311到315億美金之間。那日本拿出了19億。去進行無人載具的這種採購跟部署，那我們只有它的一半而已。結果我們拿了12.63億，就是加起來就是2400億嘛，而且還可能更高，因為我剛剛講了，這個在野黨的這個通過這個條例裡面是沒有上限嘛，所以日本人這樣子花很多錢，而且他這個19億裡面有些是跟美國買非常昂貴的這種無人機的。我們跟日本比一比吧，民進黨這種最喜歡就日本人，你跟他比一比，以我們国民所得，以他們的國防預算跟我們去年國防預算2個年度國防預算相比，我們編這樣子400億台幣12.63億美金的這樣的一個採購無人載具，坦白講是比日本還更勇敢啦，而且表示民進黨的度量更大，而且說實話了，我們現在講無人機，現在表現的最好是什麼？是烏克蘭吶。我就講烏克蘭好了，烏克蘭可以打1200公里的這種攻擊型的無人機啊，它可以叫做長程的無人機，攻擊無人機打1200公里以上。我們現在看一下打莫斯科，要打西伯利亞呢，那個就是所謂的長程的無人機，它最高可以打到跑2000多公里。我跟你講，它一架多少錢好不好？55000，大概到差不多6萬塊之間一架而已。如果我們用1年400億，我們1年可以買多少架？
可以買23000架，台灣可以買23000架。你覺得我們有能力生產23000架嗎？我們國際廠商，因為這個條例主要是針對國內廠商嘛，你有可能就算對外買，你有可能買1年就買23000架嗎？還有操作？對呀、不可能嘛。至於它還有一款叫中程無人機，這個大家可以跑的這個比較，它叫大黃蜂啦 Hornet， 這個中程的無人機。它也可以跑很遠啊！我跟你講，這個我們可以一架大概只有5000塊美金。我們如果要買這一款的話，400億台幣可以買25萬架以上。你有可能嗎？民進黨做，你真的準備好了嗎？你看上了哪一型的無人機了嗎？你有可能一次採購這樣子的多嗎？當然，你會分配採購其他的，包括無人艇在內。我其實要講一件事，1年400億不是小錢。6年2400億，大錢是非常大的錢。何況再講一次，國民黨跟民主黨夠慷慨了，是沒有上限的。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再加啊。這樣子你還不高興什麼？好吧，吳崢，對不對？不高興什麼？這剛剛委員提到台灣跟日本的比較，我們確實其實政府也是常想要學習日本的國防產業發展政策。其實像前8月25號吧，日本現在他們也有很多无人機的新創。那日本的這個自衛隊就跟他們一家這個叫 Terra Drone， 大概簽了這個無人機採購的約。那只是說日本特別的地方是說，他們整個時程走很快。因為日本現在也針對他們無人機採購有訂定一個 fast track 這樣的方案，所以其實他們這一波跟8月25號就我講他們跟這個國內廠商簽的約，其實在6月中的時候把採購的需求才開出來，然後8月中簽約。那現在這個廠商說可能預計9月可以開始交貨，所以我想這也是我們國防部或者說政府現在一個焦急的地方，就因為無人機迭代很快，所以希望趕快可以來投產，趕快來去持續的取得。那至於說這個特別預算跟年度預算的差別，其實我們之前討論過。那政府主要的一個考量是說，那希望給廠商形成一個穩定的誘因，來鼓勵大家投資。其實我就用我們現在的 AI 產業來做一個對比啦。其實像大家當然都知道 AI 很強很強啊，然後這個不管是輝達大公司財報都說哇 AI 的需求看不到盡頭，哇這個長的需求27、28的都滿單了等等。可是為什麼例如說這一些我包括這個例如說這些記憶體大廠啊，都會去跟他的客戶說那我們要簽一個長約，因為未來有不確定性嘛。那現在很熱，會不會哪一年突然不熱了？所以我要先跟你簽一個這個，現在說是不論是說特別策略合約，或者說長約，我跟你把未來10年的訂單先都簽下來，你保底要給我多少？那這個樣子大家就說好，那我的收入這個樓地板有了那我去積極的擴廠，因為未來我的風險都要確保。所以其實國防部他希望可以走特別預算這條路，其實希望可以借用這樣的機制，鼓勵國內的廠商更加大幅度去投產嘛，因為畢竟這個現在我們台灣要發展無人機，其實唯一的一個出海口就是軍用，因為民用大疆這些公司太強了，你大概很難再去跟它瓜分市場，所以一定要靠做國防、做非紅供應鏈，不論是外銷給美國其他國家做國防，我們台灣自己做國防，這是最主要的缺口，所以主要是針對這一塊了。不過這個既然現在條例已經過了，那還是希望說未來趕快可以來加速推動。那當然，他們現在有人在懷疑說，會不會到時候這個中國他又不附屬？我認為不會。因為已經給你那麼多錢，你現在敢不附屬？我賭你不敢，你試試看。就是說你敢不附屬，你看看，對不對？來，秘書長怎麼看？我很快講哈，基本上昨天就像林玉芳委員講的哈，就台灣民眾黨來講，我們的版本是沒有金額的，因為本來我們都很知道有計劃才有後來的預算。我必須公開講，那我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跟國民黨完全一模一樣。對我們來講，那2400億那寫上去其實是安慰劑啊。你本來我條例通過之後，你就可以依法編列預算。那也都已經讓出這一步，再來行政院那個6年3款其實給下來，但是台灣民眾黨在早上的晨會的時候，他覺得說要讓行政院安心，說也別下一批，要不然美方其實有很多意見說，剛剛吳崢有一件事情講對了，因為技術發展很快，而且是應該要用小量迭代的方式去處理，而不是鎖死這3款但是不要緊，大概那行政院覺得一定要寫進去，我們也寫進去了。昨天最讓我覺得奇怪的是我的好朋友莊瑞雄委員，他說我就一條跟你換22條，我們就是不要那個戰略委員會、那個特別委員會，其他的我都聽民眾黨的，你們怎麼會去跟國民黨換呢？我就公開問莊瑞雄啊，為什麼不要這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任務、運作方式都是行政院定呢，主任委員還是行政院副院長啊。
除非莊瑞雄擔心2028就換非民進黨執政，要不然為什麼不要戰略委員會？人都給你點，給你吹，然後呢，個別臨聘的委員還不能超過1/2，都已經寫成那樣了，我實在是不太明白。為什麼民進黨昨天我不好意思講這個比較粗的話，就是說我覺得啦，但我還是要講，不會再亞教跟亞威啊，這個東西基本上大家都已經討論過了，而且我也坦白講，蔡其昌總召穿梭在小房間裡面的時候，其實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的態度已經很清楚，我就公開呼籲賴清德總統跟卓榮泰院長，你習慣性的為難中國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黨團就算了，你可不可以也不要為難立法院黨團？其實因就怕免讓兩行共啊，就是說，大家講一講能夠通過。那我跟趙大哥態度一樣，我就不相信卓榮泰會不附屬。他有種他就不附屬。對，這個如果再不附屬就。